位置到站台。清爽带感，活力拉满。本节目由气场全开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联合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击掌记、尊享初入职场击掌记、分游记等超多精彩内容。打开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Hello， 嗨，潘教员 Hello， 潘教员 Hello， 重吗？啊，不重，这里面没东西，就是一个拉着的，哟，好高档的箱子，是吧？可以装下我吗？你呢？那就玩一下。依林姐，我是法医，看不出来吗？法医顾问，法医秘书。愿意跟我一起跑吗？可能不愿意，可是我很漂亮哎。那也不愿意。这是我没想到的。今天我们飞行团将和法医团分开行动。好，我和小师姐将和大家在一起进入今天青春飞行团的考核。加油！好，那我们就分头行动。可以，好，那我们待会儿见，我们去讲评室吧。加油！好的，拜拜，拜拜。好，拜拜。咱们去观察区这边。好，走。今天大家的考核将以个人战的形式进行，主要是考察大家在 CRM 中的决策能力。这次的事件是一名乘客在厦门飞往北京15分钟的途中突发疾病，你们需要根据突发情况做出更好的决策。我们将以本次事故发生的背景、雷雨天气的夜间航行为考题，以思维导图的方式做出一份飞行方案，给出最好方案的2位才可以得到相应的飞行值。大家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计时喽。直接开始了，对吧？来吧。我融合了我在之前考核中学到的一些东西，例如在活体器官运输考核中，时间是首要的一个考虑内容。我们的任务是运送器官，对吧？所以这是救命的东西。如果真是长沙落不下去，为什么不去衡阳呢？这个是你的思维导图是吧？这是我先画一个图，然后我再写思维导图。行。他们有各个不同的思路。时间还剩5分钟。还有3分钟。最后1分钟了，大家抓紧啊！3、2、1，停笔！所有人停笔。哇，你们写的字好好看。你是不是还在写？小师姐，我就是蜻蜓队长。对，公平公正。好，那明伟先给大家阐述一下他的思路。好的，师姐。首先，整个这个飞行的这个航线呢是厦门飞北京，机型呢就是我们所飞的737-800，然后飞机是适航的，没有 MER 项目。特殊的事项呢是机上有1名乘客突发昏迷，情况紧急。周边的备降场有泉州、汕头、福州、南昌、温州，然后还有厦门本场。我就按照整个这个导图的这个顺序去给大家进行讲解。在厦门到泉州的这个航路中呢，有雷雨天气，机场天气是 OK 的。但是呢，有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就是泉州的机场在12点半，也就是15分钟之后，机场是要关闭的。
2呢就是绕飞的时间未知，因为我们在绕飞的过程中不一定要使用多长的时间，可能会超过15分钟，这样的话可能会导致我们到达泉州机场的时候，机场早已经关闭了。根据天气还有已知存在的风险，然后最后做出的决策是不选择泉州。汕头的机场呢，实况是有一个中阵雨的天气，然后存在的风险就是警惕五边有可能会有天气覆盖。这样的话要注意进近啊，包括复飞等等，我们的绕飞的这个距离是否满足2.5，这样的话我们的时间也是不可知的，所以说没有选择。南昌和温州是一样的，都是机场的附近存在雷雨，考虑到绕飞的这个时间压力，然后再一个就是航程可能会偏长，所以说没有选择。因为时间对于我们这次的备降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考核的一个点。我觉得明伟讲解的这个干脆利落，思路很清晰，就他画的都是方块图，一条一条的罗列出来。其实思维导图就是一个方块，我们碰到什么问题，是的话下一步怎么做，不是的话下一步再怎么做，然后继续往下展开，不停的展开。所以这个思维导图形式非常好。对于厦门呢，厦门因为是我们刚刚起飞的机场，机场存在的这个天气我们大概情况是已知的。其2呢，就是有基地保障。所谓的基地保障是针对于我们机组的，可能会涉及到超时啊，或者我们要换机组啊等等，这是比较方便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厦门的医疗是，我认为也是能够满足去救助的。综上所述，然后我的整个的这个思维导图选择厦门作为我们的备降场。以上就是我对思维导图的一个阐述，谢谢。不错。那就请玉婷了。好。各位老师、各位师兄师弟，你们好。首先，我通过我们 CRM 的 PAVE 模型，对我们今天的场景进行了一个分析。首先 P 呢是我们的 pilot， 我们飞机上是2人制机组，2个人的资质都是符合我们今天那个落地的需求的。那 A 的方面呢 ，A 是 aircraft 的意思，飞机目前是没有 MEL 的，然后是适航的。然后 V 呢是 environment， 就是环境，后续我们也要对雷雨制定相应的预案。E 呢是 actual pressure， 就是另外的压力。所以我们的 PAVE 首先确定好了之后，接下来再通过这个 environment 去看我们每个机场的条件。首先，起飞15分钟，其实离起飞机场还特别的近。我会选择也是返场厦门。厦门它是我们的基际机场，医疗保障是相对合适的。结合我们的适航加上人为因素，也就是我们的PAV 还有 E 的管理。首先下航天气情况适航，但是我们要考虑的是它是有雷雨的状况的，所以我们的机载设备必须不降级。比如说落地的跑道代码是4的时候，如果我们出现了自动刹车或反推上面的故障，那我们就不适合在厦门进行备降。那接下来的2个机场就是泉州和福州，因为泉州和福州呢都是我们的基地机场，但是泉州有短跑道的风险，还有跑道关闭的风险。如果跑道需要关闭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尝试的去申请延长跑道的使用时间。如果不行的话，福州呢也是我们的一个基地机场，包括它有比较好的医疗保障，然后它离我们的厦门和泉州相对的比较近，在福州也可以进行一个完美的备降。那如果福州出现了雷雨，怎么绕都无法绕飞进去的情况，也是需要复飞。玉婷是按照人机环来进行一个分析的，机组是人，飞机适航，然后它也识别到了天气的风险，然后它开始进行了是与否决策的过程。如果我们此时油量合适，天气情况良好，飞机适航，没有任何的降级，那我们这个时候去温州、去南昌其实是同等的选择。我认为这个思维导图它是一个活的过程，整体的主旨就是在我们有的 PAVE 的条件下去做最完善的、最好的那个选择。好。清爽带感，活力拉满。本节目由气场全开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优雅态度真我个性浪琴表康卡斯潜水系列 GMT 腕表赞助播出。芒果 TV 官方合作号卡，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解锁蓝天之旅。给大家讲一下我这个，我是按照咱们时间线的形式去考虑的。咱们遇到的情况是有旅客昏迷，
然后情况十分紧急。首先是乘务员进行急救的一些项目，然后去寻找医生报告给机长。但是在这里抢救它可以分为4种情况，由最差情况到最好的情况去考虑的。没有找到医生，而且急救后没有好转，然后找到医生了，但是抢救以后并没有任何的好转，不需要找医生，急救以后他就已经好转了。找到了医生了，然后医生给他治疗以后也好转。我们今天需要返航的导火索，就是因为旅客需要急救。我觉得他这个起点非常好，从人的原因开始分析。分为2种情况，就如果他没有明显的一个改善的话，咱们就需要考虑前往就近的机场备降，然后并将旅客送医。此时我们是刚刚起飞，所以首选的是返场厦门。但是厦门现在夜航中雨，并且周边有雷雨活动，所以我就有2种情况思考灯光的问题，就是灯光满足和灯光不满足。如果灯光不满足，我们连回来都不需要回来了，我们就直接走掉就可以。然后如果灯光正常的话，我还需要考虑它的雷雨绕飞的问题。雷雨绕飞我分了3种情况，就一是它并不在咱们本场上空，无影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雷雨挡到了我们回来的路。如果需要绕飞的话，我们需要与管制还有签派联系，然后确定好我们的绕飞路径。如果雷雨覆盖本场的话，我们直接就前往其他的备降场就可以。然后说一下这2种情况，就如果急救之后有好转和有医生治疗后有好转，找专人持续监控这个患者，然后我们可以继续飞行。然后如果他再次突发疾病，然后我们就需要立刻备降到就近的机场去送医，然后需要前往其他备降场的情况，我是分为2种，基地机场还有汕头。优先选择基地机场的原因我说一下，就是保障好，而且我有一个师兄上周给我讲，他备降，他绕飞绕着还差0.2、0.3就到决策燃油了。他们提前与签派还有家里还有 ATC 联系完多方协商以后，旁边就是长沙是咱们基地机场。他跟我说，你这种情况你就选基地就行。说的挺细的。到我了，师傅。实在是时间比较紧啊，然后我字写的有点乱，自己认识就行。首先呢，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昏迷，那我肯定要做决策了。我要跟家里沟通，同时寻找医生。如果没有寻找到医生，持续昏迷，我首先考虑是厦门。为什么选厦门呢？因为我们厦门报的是中雨，然后我们下航的飞机，基地熟悉，厦门医疗好。我们把病患旅客送完之后，我们还是肯定要继续前往我们的目的地的。我是可以维护的，超航着陆可能需要一些机务的维护，或者说我可能换飞机都有可能。如果这个天气不符合条件，我们有2个方向了，一个是汕头这边，一个是泉州和福州这边。然后为什么我首选是泉州和福州这边呢？因为我是下航的飞机，这2个是我的基地。我们先分析这个泉州的机场特点，机场条件不好，是一个军民合用的机场，然后跑道比较短，只有2600米，有可能是10道面。然后我算一下它的刹车距离，刹3档是2400米，最大刹是2000米，虽然是符合，但是还是有点风险的，并且我们是操纵着陆。那既然有风险，我要考虑什么？机长有没有信心？因为我们操纵着陆很少去用。然后如果有，联系塔台说有没有推迟关闭的可能？因为我们12点半，我又要绕飞，不能推迟，我肯定就不去了，因为我不想带着一个时间压力去落地，那样风险会更大，我觉得。如果可以推迟，并且又有信心的话，我就会去泉州进行一个操纵着陆的决断。如果又没有信心，又不能推迟，然后雷雨绕飞时间又久，那我肯定转场福州了。但是如果去了汕头这边的话，汕头是临海，并且附近像什么梅州啊，我们没有运行过，像赣州啊、广州都比较远，所以说我先去考虑泉州和福州。假如说我有医生，情况好转，然后和旅客医生有沟通过了，那么我就会继续飞往目的地。在整个航路我会做一个持续的规划。假如说它突然变化了，我就做好预案。但是我觉得航路非常长，没必要是温州和南昌，因为我看航路上有很多其他机场。因为我下了一个这个计划，刚刚趁那个时间。然后温州、南昌附近有什么武汉呀、
杭州啊，都是有其他机场的。所以说，根据机长熟悉程度、机长天气，我们可以申请招商走路，也可以就近合适选择其他备降场。秀和成龙都是从旅客这个原因切入进去的，然后回厦门之后不行的话要去哪里，写的都不错，包括他在付费过程当中还在考虑着旅客的情况，就是他一直在以旅客为中心，这非常难得的。这是我整体一个思路和规划吧，我讲的差不多，谢谢大家。哎呀，听了四位的讲解，我觉得讲的都很细啊，基本的风险点都讲到了，写的都不错。其实我觉得这个考题挺好的。所谓的决策能力呢，其实就是要从我们这案例当中看出今天是碰到了一些什么威胁，才导致我们不停一个决策的过程。那这个决策呢，当然是可以随时变的。所以更加考验我们机组在遇到突发问题的时候，随机应变的能力。一个好的、快的决策是能更好保障和拯救人民生命安全的。CRM 将来在这一块是对我们要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也是我们需要不停的学习的一个方向。这个是我们今天考核的意义所在吧，我在想。那我们来宣布一下成绩，好吧？在本次 CRM 决策能力的考核中，第2名是陈龙，40个飞行值，今天你表现得非常好。本次第1名是董玉林秀，飞行值是45个飞行值。我们今天最主要的起因就是因为旅客突然间生病了，需要急救，所以这是我们所谓的导火索，因为它才引起我们后续不停的进行了决策的过程。在这里抢救它可以分为4种情况，由最差的情况到最好的情况去考虑的。没有找到医生，而且急救后没有好转，然后找到医生了，但是抢救以后并没有任何的好转，不需要找医生，急救以后他就已经好转了。找到了医生了，然后医生给他治疗以后好转。如果没有寻找到医生，持续昏迷，我首先考虑是厦门，因为我们厦门报的是中宇，我们上航的飞机，基地熟悉，厦门医疗好。如果这个天气不符合条件，我们有2个方向了。泉州的机场特点，机场条件不好，是一个军民合用的机场，然后跑道比较短，只有2600米，有可能是食道面。假如说我有医生，情况好转，那么我就会继续飞往目的地。在整个航路我会做一个持续的规划，假如说它突然变化了，我就做好预案。其实我觉得秀今天表现非常完美，应该可以达到50分的标准了。的确讲的时候他震惊到我了。为什么打45分呢？我觉得秀还有进步空间，我就怕他骄傲。怕你骄傲？对，我就怕他骄傲，所以我给你留了一个5分的这个空间，好不好？另外呢，我们今天第3、第4名之间还会有一轮终极 PK， 因为你们俩现在是没有分值嘛，再给你们俩一次机会，可以进行一个难度更高的模拟机考核。可以。那我们这次模拟机考核就主要是一个雷雨天气下的夜航，也会存在机长失能的情况。扮演机长失能的角色就由刚才 CRM 决策能力胜出的2位来作为这个机长失能的角色扮演者，所以只有表现更好的飞行员才能获得飞行值奖励，那另外一个人就没有了。我珍惜每一次飞模拟机的机会，希望自己都能够表现出自己该有的水平。机长失能科目，我是非常有信心把旅客和飞机安全地降落下来。飞行团的人员是不是在考核？但怎么考核这么久？因为早上他们考核的确是快结束了这会儿，然后已经决出1、2名了。为了最终的一个飞行值，3、4名正在进行模拟机加赛。考核的内容其实是机长失能这样的一个情景。
机长失能的话，是我们每一个副驾驶必须要通过的一个科目。机长失能了，我们一个副驾驶他必须要有能力顶出来，把整架飞机的旅客平安的带回来。比方说，他要先接过操纵，他要先检查飞机是否是一个适航的状态，然后还要跟后舱进行沟通，让他们寻找医生，看是否有加机组的人能够来顶上来配合我们一起协作完成这个航班，还要跟管制员发布一个 Mayday Call， 告诉管制员我们现在遇到了这么一个紧急情况，需要紧急协助，也需要优先落地。比较难的一个操作科目，所以说他们现在要在一个非常难操纵的环境下，在机长失能的情况下，再完成把飞机平安的落地这么一个整体的流程。所以我们就给他远方加油，加油，加油！明伟和陈龙的第一组考核，那你们俩先跟我去做准备吧。好，走吧。那个双发接电吧。好，好了。那在空中了已经。你先准备一下，你先调个9500吧。好。现在状态稳定，中间耳壁通道。暂时中架 B。跟你们说一下情境啊，现在在巡航阶段，高度9800米，正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然后厦门起飞后不久，大概15分钟左右下中雨。你们俩准备好就告诉我一声。准备好，准备好了。好的，那么现在考核开始。陈龙，你随时可以进行机长失能的演绎。好，如果待会有电波，我们可以考虑调高度。好。任哥，我心脏有点不舒服，怎么回事？你感觉怎么样？现在？好，我操纵啊，你操纵。Mayday，白鹭85东1，我机长失能，然后现在申请回厦门备降。白鹭85东1收到你 Mayday 报，可以直飞杏林，下高度4800保持。4800右拐。哎，机长，请讲。现在机长是失能状态，通知现在做一个乘务长广播，然后在飞机上找寻一下医生，然后进驾驶舱把机长座位往后挪。啊，明白，我收到了。好，我是乘务长啊。好的。乘务长，现在那个把机长往后挪，不要让它干扰到我们的这个操纵的这个舵呀什么的。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把它挪出去。然后我来找安全员。好，然后让安全员进来就 OK 了。厦门去掉白鹭85东1，我申请一下进境条件。白鹭85东1预计是动5号航降进近。另外，我申请相关救护车还有消防车，我落地之后需要占用跑道。明白了。就你落地之后不能再滑行了是吗？啊，对的，我落地后不能再滑行了，白鹭85东1。好，收到。哦，任哥，我快不行了。啊，明伟，我快不行了。机长现在的状况不是特别好，你现在叫一个人过来补位，然后把机长挪出去，然后对他进行救治。啊，我正在找协调乘务员，因为需要2个人以上。啊，收到。来，机长开门。好，开门。来，你下来走来吧，来，我给你挪出去。晚上另外叫一个人补位，驾驶舱需要双人制。好，稍等。那就先让陈龙代替我们这个补位乘务员，好吧？好，好的。那他就什么都不知道。好的，没问题，明白。好，你先坐到座位上，然后把安全带先系好。哦，好的。驾驶舱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的提醒下，然后你再去动，好吧？好。然后我需要你监控什么东西，我会告诉你，好吧？好。下降进气帘呢？下降帘呢？增压中高度100，返场落地，在线检查。平衡总机器关 ，MCP 向南航道东5帘呢高度表，修正压1动133，飞舱标紧30 148，最低标准2.6动调定，进检备用完成了。刚才进气帘呢高度表，修正压1动133不调定。
那他就什么都不知道。11动点3，两步调定，进检上完成。你好，白鹭851，现在进入动物王将。白鹭8501，现在右侧风8米，正风10米，下中雨湿跑道可以落地了。白鹭801动号可以落地，收到。机长请讲。飞机还有3分钟落地，本航厦门，做好准备。收到，我们已经准备完毕了。好的。500尺，继续运进。中耳收枪。落地，您能正前方，100尺跑到正前方。50, 40, 30, 20, 10, 5. 反推正常，减速板升起，60，反推压下，人工刹车。好的，白鹭8501动物号已经落地停稳了，现在可以让救护车过来了。我现在关停发动机。好，考核结束。机长好棒，机长好棒！哎，你又加什么戏？手痒，每次上来手痒。回来啦！师姐，飞得怎么样？还可以，我感觉还可以。我作为一个弥留之际的机长，他演的特别像，他这是。明伟，人哥，我快不行了，我不太舒服，明伟。明伟，我好难受，要不叫张副总？你演的好像。Hello。他们上映组的考核结束了。哦，好。那我们现在拿飞行箱过去模拟机中心吧。好。走。你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这个已经。纵油门预位，水平导航，垂直导航，航径。现在已经进入 descent 模式了。后面也出来了。OK。现在 FMC 速度高度保持。好，你们俩准备好就告诉我一声。好，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情境啊，高度9800米，正在飞往北京的途中，然后厦门起飞大概15分钟左右。意林，你现在就可以随时演绎机长失能了。好。哦，偏航阻尼器完成了是吧？是的，偏航阻尼器检查单完成。哎，机长，你还好吗？机长，你还好吗？机长，你还好吗？判断机长失能，重驾驶接通，重油门接通，我操纵。Mayday，白鹭8501，我们现在出现机长失能，一会儿需要雷达引导我们到就近合适机场着陆。白鹭8501收到你 Mayday 报了。哎，机长请讲。乘务长，我们机长现在失能了，然后你派一个乘务员在驾驶舱寻找一下，看有没有医生，然后有没有加机组的成员。另外，你一会儿进来一下，帮助一下机长做一下急救。好，收到，稍等，我现在就广播。哎，机长请开门。乘务长你好。我进来了。那个机长现在是他刚抽搐了一下，然后失去了意识，然后你检查一下他是什么情况，看能不能做一下急救。现在看我去，那我拿一下医疗急救箱吧。好，但是他还是有点抽搐，你把他的这个椅子先调到最后面吧。对，好的。你先对机长进行一下评估跟抢救，然后我先联系一下。好，我们一会儿可能需要去备降。好。签派你好，白鹭8501。签派85动1，请讲。
白鹭851，我们机长出现失能，然后管制雷达引导我到福州，麻烦你帮我评估一下，如果我去福州进行备降的话，有什么风险吗？白鹭851，这样啊，我这是厦门前排。另外，我看你飞机位置，你为什么不返厦门呢？因为厦门它不在我们自动落地的清单里面，然后我副驾驶级别不高，所以我先首选一个能自动驾驶落地的一个机场。证实你决策要去福州啦？现在决策，因为我比较熟悉福州机场，先雷达引导我到福州机场落地吧，然后我申请下高度。白鹭851收到，你可以下高度3600。然后，申请一下福州的地面医疗保障。好，收到。下高度3600，白鹭851。我再问一下后舱。哎，机长请讲。我们现在准备在福州进行备降，预计可能需要10到15分钟的时间，你们也做一下准备。哎，收到了。你们有找到医疗人员吗？没有找到。我现在也无法判明机长的原因，所以我也轻易不敢给他使用药品。那这样你进来一下吧。哎，收到了。那机长请开门。那冲长，麻烦您把机长转移出去，然后让他平躺着，尽量抢救一下。行吧，那秀你直接出来吧。好。没有找到加机组的人员是吧？加机组今天是没有的。那你们派一个乘务员进来吧，一会儿可能需要帮我读一下检查单。那秀你上去吧。那你现在是一穷二白傻，不会他教你才行啊。你别学太快啊。好。你这大聪明的确学东西快，你要学慢一点啊。好。你好，副驾姐，我现在是乘务长。好。我是乘务员。好，当前位置向右转盘旋下高度，白鹭851，横向选择位置。好，然后增压着陆高度50，在线检查 MCP 动3动，最低标准是2动，机防冰是开的。福州的天气条件是良好，适合飞油量65.1吨，已经符合631拐的着陆重量限制。下降进近检查单完成。等一下。哎，机长请讲。我们还有3分钟就落地，你们准备好了吗？已经准备好了。好的，你好，白鹭85动1，现在是动3号航道。白鹭801，可以落地，右侧风8米，阵风1动。另外，本场是实跑道，下中雨。动3号可以落地，白鹭85动1。1000英尺，搞定，继续进近 ，flare 运位了。感觉飞机状态有一点小小的不稳定，然后我再预习一下风切片改出动作跟复飞动作。推力调定，减翼15，推力调定，减翼15。正上升，收轮。收轮。现在1000英尺了，然后速度也是好的。证实一下地面的风向风速。气象条件没变。好。500英尺，继续进近。好的。高100。电灯可见，继续进近。前后看到绿色的灯。好，100英尺跑道能见着陆。50, 40, 30, 20, 10, 5. 人工刹车，减速板压下。白鹭8501，我现在落地占用动3号跑道，然后我们机长失能需要医疗救助我们申请拖车，后面我们自己做程序把双发关断。好，考核结束了。仁哥，走了，研究什么呢？这款表是双时区显示，我想调定一下时间，提示我看比赛。哎，我调好了。你猜我设的这是哪？这个三角指针指的外圈是8个时间吧？眼尖。
这款是全新浪琴表康卡斯潜水系列 GMT One 表，很适合飞国际航班，能清晰掌握2个时区的时间。不管是出差还是度假，都挺方便的。你这个蓝色表盘很衬你今天这一身儿。你手上的绿色表盘也很顺应今年的色彩潮流，优雅清新，充满了活力。Hello， 韩教员。Hello， 韩教员。刚刚考核结束，你们怎么样？哎，我们开心的呢。是吧？那我们要不去休闲区？好，走吧。咱们去休闲区休闲一下吧。我们是休闲，他们是不休闲。怎么样？怎么样？还可以吗？玉婷贼棒。小董也贼棒。小董贼棒。我感觉他可以当演员。失能机长是吗？他还演了一个乘务长。演了啥？乘务长1、乘务长2、机长，全是他演的。不会要转行了吧？有可能哦。小董。要转行了，当演员了。那我送你几本专业的书，你可以去看看。我也冲上一跳。所以教员，您那边咱们飞行团的考核今天是怎么样的？上午我们飞行团啊，也是基于考核还原了本次模拟事故中的飞行情况，在理论和实操2个方面都证明了我们机组的能力。在第2轮 CRM 的决策能力考核中，第1名是秀。没想到啊！发光，好棒！然后第2名是陈龙，获得了40个飞行值。哦，厉害！除此之外呢，我们刚才还加赛了1轮模拟机考核，考核的内容就是模拟了机长失能，还有一些机械故障。然后在这个考核过程中呢，明伟和玉婷他俩表现都不错。那么在我们这个模拟机加赛这个考核当中呢，获胜的就是任明伟了。恭喜明伟获得35个飞行值。谢谢。在处理过程中呢，明伟他先是决策返航的是厦门，在过程当中他发现操纵是第一要务的，所以他快速的下降了高度。在下降高度过程当中呢，及时的联系塔台沟通，然后让乘务员进来补位。他把这个工作做的还是相对的比较稳妥的。落地过程当中发现自动驾驶不能落地，他迅速的接管飞机，反应非常迅速，展示了他铁手的能力。铁手。携手。Mayday，白鹭8个东1，我机长失能，然后现在申请回厦门备降，4815拐。目视跑道落地，100起，跑道正前方60。300英尺的高度，换算成米大概也就100多米。那个高度上自动驾驶脱开的，其实处理起来非常难的。他迅速就接管了飞机，控制了好飞机状态，然后直接就成功落地了。好棒，人格，不愧是人格。然后玉婷也不错，他在规划上，你这个管理上，你的能力都非常强，做得非常到位。因为我看你在检令这一块做的还是有条不紊的。乘务长，你先对机长进行一下评估跟抢救，然后我先联系一下。好，我们现在准备在福州进行备降，你们也做一下准备。中亚轴高度50，在线检查 MCP 动3动，最低标准是2动机防冰是开的。福州的天气条件是良好，适合降油量65.1吨，已经符合631拐的着陆重量限制。下降进境检查单完成。但是在过程当中呢，它稍微有一些小瑕疵。就是他忘记下降高度了，因为我们经常说我们的黄金法则叫操纵导航通讯，其实在无论何时呢，都要随时随地的检查我们这个操纵。在那个300英尺的时候，他复飞了1次，因为我们机长失能了，对吧？你越短的时间落地，意味着你的机长成活率越高。随着时代与科技的发展进步，大众愈发的关注我们民航的方方面面，有着许许多多的好奇与疑问。趁着这次机会，咱们来的朋友这么多，咱们也进行一个吐槽大会。吐槽大会，吐谁？只要是与飞行相关，
欢迎飞友团和法医团的朋友向有问者提问，有槽者吐槽，我们飞行团一定知无不言。就是吐槽他们。想不出来我们飞行天团还有什么可以被吐槽的。我们又要假装那些很难搞的。太难搞了。对，待会儿我们收敛一点。然后那个我呢，大家也看还没有完全恢复，待会儿吐槽唇枪大会舌战，您就我就不参加了。对，您到旁边休息就好。韩江好好休息。师傅，后期就麻烦诸位了，包括小师姐和旭旭哥。好的，好的，好的。那我先撤了，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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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你很棒，加油，好，加油。那我们现在就去讲评室开启我们的吐槽大会。今天呢，我们不仅仅是代表我们飞友团，也对这个微博上面的一些广大网友提出了一些大家常见以及感到非常困惑，也可能感到非常不方便的一些意见，还有真实的故事。所以接下来，请机长们听我们收集的这些吐槽，为我们答疑解惑。我在这边给大家打个样啊，气势汹汹啊！哇哦，哇哦，哎呦，哇哦！关于第一个我想吐槽的点，就是我是花钱买机票的人，你们每天都叫我坐摆渡车，我不喜欢坐摆渡车，你知道吗？好烦坐摆渡车，为什么要坐啊？有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以为啊，我今天不用下负一层了，我可以拍拍廊桥的风景。结果他说，很抱歉的通知您，今天您的登机口改在58，又要下去。好，下去就算了，你知道吗？每次在排那个摆渡车的时候，大家都想要坐位置嘛，然后就一直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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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想要往前挤。所以，我可不可以不要坐摆渡车？我们也不想坐摆渡车。我也不喜欢坐摆渡车。我也不喜欢，大家都不想坐摆渡车，是难为人呢。对，你们说。这个摆渡车啊，就是因为机场的它的廊桥是有数量限制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很早出发飞机或者很晚到的飞机，我们已经没有廊桥给我们停了，我们就只能停到远机位，然后那一段距离呢，我们是不能走过去的，我们只能通过摆渡车过去。好吧。但是我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又有了，就是摔坏我的行李箱，可不可以赔我？哎呦，可以。真的吗？可以赔吗？我有和你一样的经验，我行李箱也坏过。我也有收到赔偿300块，就是在你损坏那时候，你要提供就是你的物品的发票、购买凭证，然后他会根据你那个购买时间去折算，就比如说我购买多久，然后去通过一个折价，然后会给你赔偿。哦，好，谢谢各位，我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你的问题都很专业，谢谢你。下一位贵宾，我来吧。那你来吧，王哥。大家好，这个怎么这么矮啊？大家好。王哥，你一直举着吧，王哥。不要跟我套近乎，我不是你们的哥。好的，王弟。我想问你，这是第一个吐槽的问题吗？为什么这么矮？什么意思？这个问题是我想吐槽上一位选手。好，我要说一下，我有一个儿子。八卦头条，王哥有个儿子。我有一个儿子。金轩，我们的事情我说没有想公开。他叫王绵绵，他是一只可爱的暹罗猫。哇，确实可爱，好高颜值啊！他不可以上飞机，他当时说到伤心处了，因为我经常要飞往各个地方去，然后我的孩子他刚出生才3个月，每天都要听我讲故事才能睡着觉。我要带着他到。你怎么讲？你是讲喵喵喵喵喵？对，猫猫要听猫猫歌，喵喵喵喵喵喵，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些航班它没有有氧舱，
然后我一直要跟我的孩子两地分离，你知道吗？试问你们这些有孩子的人，是吧，农农？我有2只狗，毛孩子也是孩子啊。对啊，他们为什么不能跟我享受一样的待遇？我前2天突然看到一则新闻，好像有一个航班是可以把宠物带上飞机的，但是我查了一下，发现我的航班都没有。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普及？你们说。我们对于这种动物类的，就是活物，一是防止它有传染病，可能啊。我家孩子健康的很。二是说我们在运送这些动物的时候，会把它们放到一个它该放的地方，然后我们是可以运输的。猫属于是活体动物，然后它会在我们舱单上有特殊的标志。AVI 的意思就是活体动物，它会特意写给我们那个载重平衡舱单上，然后我们还需要去了解这个事儿，这是需要通知机长的。哦，有的航空公司现在已经开始普及宠物进客舱这个事项，然后我们厦航现在是暂时还是宠物不能进客舱，因为宠物进客舱它不单单说是我带着宠物直接上来了，它要涉及到我这个是窄体机还是宽体机，窄体机能带几只动物可以上客舱，就是对于宠物的数量有规定，也是有严格要求的。对于宠物的类型有规定，它上来之后一个装载的器具固定的位置，民航局也是有规定。这些其实后面会慢慢的开始普及，我相信每一位铲屎官都可以带着自己的儿子上飞机。这个问题，那我明白了，相信绵绵也听清楚了。我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哦，有多重大？我相信所有人都有经历过。我们落地了，对吧？马上要赶下一个行程，这个时候我们在行李转盘等超久。请问谁愿意等？没错，哎，每次40分钟，太久了。为什么等那么久？我走了这么长时间，绕过一个哇，走了那个什么，我就不说具体哪个机场了。哇，一直走，走到那边之后，上一辆飞机才刚出来，为什么？给我我人都下来了。对。你来回答。你猫还在我那儿。啊，对不起，你来回答。最主要是那个运行李的车吧，它没有装上我们飞机的发动机。对，它很小，跑得比较慢。对，其实咱们飞机场很大。对，飞机场太大了。像我在杭州机场运行的话，就从一个最远的洞9号的机坪滑到有一条跑道要起飞，我当时计算过有9公里的路。9公里？9公里，就是这么远。然后我们飞机有5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滑的话，这一圈算上转弯，将近要20分钟。天哪！这跟机场有关系？跟机型其实也是有关系。就像我们737。是需要大哥们爬到里边，一个一个往外用手搬，然后再一个一个落好，车再拉回来，是这么一个过程。哦，其实他们很辛苦，就外边有时候机舱机坪的温度可以到达50多度。对，之前我们看到过，对。那咱们算上搬行李的时间，再算上行李运过来的时间，其实那个速度他们已经真的是尽力了。哦，很辛苦。哦，原来是这样。希望大家多点理解。好吧，那就互相体谅一下吧。互相理解。好，今天我的最后一个问题，并不是我一个人在问，是我包括我身后千万个微博用户。哦。好。我们在微博发起的机长季飞行意见箱独家提问活动中，也收到了很多来自微博网友关于飞行的吐槽和提问。那有一位微博网友就问了：飞机有些座位是空的，为什么不能调位置？我也遇到过，我旁边前后都是空的，我心想说，那我想坐一个靠窗的位置，解开安全带过去坐，刚还没等坐下，这时候您好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请回到您的位置上。我说不好意思，我想坐在这儿。不可以哦，先生。我说为什么？好，请问为什么？
因为飞机它是我们在起飞之前都有载重平衡，这个是要在出发之前，包括我们货物装载的位置、人员装载的位置都计算得很清楚。如果重心变化太多，没有在那个安全的范围，会是影响我们飞机的平衡的。是的，最重要的还是重心的问题。我太沉了吗？我140斤。你说我胖喽？哦，大家都沉。不只是你一个人，如果有30个你一起移到前面，或30个你一起移到后面，那飞机其实它起飞的这个平衡在中心的位置就会改变。哦，就我们在历史上还是发生过这个类似的事故的。是的，就是有一个飞机在空中的时候，机头厕所着火冒烟，造成旅客恐慌。当时其实那种情况，乘务员已经控制不住了。就他们统一的往一边去跑，导致了飞机的失速，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原本着火没事。对，原本着火其实还好。明白了。那我问你一个问题，我们737最大滑行滑出去的一个重量有拐91，就是77吨的飞机我们滑出去，你猜一下，我们这个由于大家想调位置。多少重量改变之后，我们就要重新制作这个舱单，会影响我们这个重心。700千克，错，高了，错，高。我觉得应该是不超过200，低了，啊，500，哎，这500接近了，500接近了，450，对，哦，450，450那是多少个人啊？6个人，6个人，真厉害，对吧？只要有6个人移动座位，就有可能会发生，对不对？就必须更改舱单了。是的。 6个人还蛮少的，这么严重？哦，那好吧，那我没什么问题了。谢谢各位老师，谢谢。懂事了没？懂事了，老师。我真是长了见识了，就是咱们几个人说要改一下座位，然后他们就要重新改舱单。是。嘿，今天第一个问题是我的朋友小美，她邀请我提出来的。她呢是一位非常忠实的陈立农的粉丝。哦。她吐槽了，她说为什么飞机上面的 WiFi 没有普及？有普及啊？没有，它有局域网 WiFi 啊。对，但是局域网 WiFi 能用的也只是那个航空公司设立的一个小网站。对，我就是想给朋友发信息啊。对，但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要干嘛？他要看我呀，他要看陈立农啊。天哪！哎，这怎么能不满足他？不是，我知道有些航空公司是可以直接联网，然后看所有的东西的。那你让你的朋友做787，有 WiFi。哦，787是有。对的，我们大队的每一架787都已经普及了 WiFi。就是说，这跟飞机的迭代是有关系的，是吗？越往后就是新生产的可能会有，是吗？对，我期待 C919全面普及，我相信它未来肯定会普及。好，支持国产。好吧，刚才呢，小美和我被剥夺了 WiFi 使用权，接下来又剥夺你什么了？没有想到第二个问题是，她竟然剥夺了我的隐私权。哦，隐私权。怎么这样？这个是我一位航司朋友告诉我的。怎么？我知道了之后就改变了我的上厕所的使用习惯。哦。原来厕所的门是可以内外去打开的。对。天哪！是说我今天突然做好了，关上门，锁上，坐下来的时候，有可能跟你说 surprise， 后面当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怎么上厕所的？首先我要吐槽一下，真的就是厕所的这个
天花板非常的矮啊，所以我上厕所的时候都是这样子低着头的。我的手呢会这样子按住那个红色的条码，然后这样子去上。我也是。时不时的我还会往后看一下，确定他是不是有开我的门。就是带给我心里不少的压力。能不能够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好好的上厕所？为什么？为什么？它为什么可以从外边打开？这还是为了人身安全。人身安全。任何一个人进去都有可能像曲曲老师说的，心脏病在任何年纪、任何情况下都会突发。如果说这个乘客在里头长时间不出来，我们乘务员的手册里面，第一个是先会问询。你好，先生，你还好吗，先生？然后如果是长时间没有应答，就会来打开来看是否需要协助。还是有一个专业流程的啊。第二个是基于航空安全这个要求，在如果有一位乘客进入洗手间的时候，我们那个隔帘是会拉上，就确保只有1名乘客在前舱区域活动。哦，是的。然后我们的乘务员也是专业的，他不会在我们享受自己私有时光的时候来打开这个门。享受私有时光。明白了。第3个问题呢，就来模拟一下我平时可能会面临到的关于机上餐点的一个部分。整个飞机最大的问题出现了。我非常的饿。上飞机之前，我还跟我的同事说，没关系，机上有飞机餐，我们就吃飞机餐就好了。我顶着非常饿的肚子坐下来了。好，空姐来，陈先生来为您点餐喽。我说我要一个牛肉炒饭。他说陈先生不好意思，牛肉我们现在只剩下这个荞麦面。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荞麦面给我就好了，还让我选？对啊。那的确是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因为他们配餐是从后往前逐渐合拢这么一个过程。逐渐合拢。就是前边从前边开始发，后边从后边开始发。那中间的呢？中间就倒霉啦。中间是最后嘛。前面的人如果都选了牛肉饭，到咱们这儿可能就真的只有荞麦面了。哎呀。然后我们现在航空公司大多数都可以提前网上选餐，大家选好餐之后，您选好的这份餐就会随着您的这个位置而提供给您。哦，明白。我们还有那个有的航线我们有和米其林的大厨合作的。哦。摘星之旅。摘星奇旅。哇！在飞机上享受米其林大餐。师姐，师姐吃过吗？我看过。我们连看都没看过。咱们就仁哥、龙龙、玉婷，你们4位好好表现，冲到800分，让夏航去安排摘星之旅，带着我们一起。我觉得行。加油加油加油！努力，为了我们努力，我们一起去摘。一起摘星。棒！我以后争取我也去做到那个航线。好，没问题。谢谢大家。来，我们有请下一位。首先我是一个特别真诚善良的人，很真诚，是吧？所以我会给我的朋友准备一些厦门的特产，比如厦门的姜母鸭就很出名啊，很好吃。所以我就带了很多那个姜母鸭回去，但是我发现我的行李超重了。本来那个店长说你可以寄回去的，然后我觉得这样不够表达我的诚意，因为我是一个真诚善良的人嘛，所以我就决定付一下这个超重的行李费吧。一算，机票200多，超重行李费1200多。天哪，这个鸭比我人还贵，这合理吗？我还不如给鸭买机票。鸭买机票？对呀。不买鸭票买机票，请你们。这个真的，现挂的。厉害！问问我们的那个机长们到底是为什么？超重费为什么那么贵？为什么这么贵啊？
就是你如果鸭多的话，有好多鸭，你也是要重新制作舱单的。你在谐音梗吗？有好多鸭。好多鸭，然后你也是要重新去计算你的重心跟舱单的，因为我们的货舱的容量是有限的，我们客舱的容量也是有限的。但是你重新计算之后，后面不只是一个工程或2个工程，是很大的一整个工程都要跟着调整。哦，这个1200肯定是你带的鸭太多了，它就是值那个钱。我带了好多鸭。下一次请你用记的，好吗？装肚子里吧，要不装200斤鸭子。精彩，这个回答精彩。好，那我解决了。下面一个问题啊，为什么我有的时候夏天坐飞机，我会感觉机舱里冷得像冰窖？哇，真的是。冬天坐飞机，飞机又热得像烤箱。这个问题真想知道。对，这个问的真的好哎。我感觉夏天的时候我是冷链运输的一部分，等到冬天的时候，我这个小脸冻得通红，我这辈子没这么红过。在飞机上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飞机上没有什么空调的恒温系统？我们可以理解为飞机有2个空调，一个左空调，一个右空调。然后左空调是给我们驾驶舱的，然后左空调的另一部分和右空调是给你们客舱的。我们是有温度范围旋钮的，比如说我刚刚在3亚起飞了，或者说是哈尔滨起飞，我飞到3亚了，我的温度选择范围可能还没调过来，然后温度是不一样的，所以说你可以跟乘务员报告一下，然后我们就会把温度调回来。我们乘客如果有这个需求，可以跟我们的机组报告，然后反馈给机长。对，可以和乘务员报告，然后乘务员会反馈给我们，然后我们会把温度调回来。而且我们飞机上的空调跟普通的空调是不一样的。因为高空的空气本来就很冷，我们是把它加入就是发动机制造的那些热气，把它配比到这个冷空气当中，再输送到客舱当中的。哦，所以空调是制冷，但其实我们飞机上面是用热空气去配比的，所以你越冷的时候其实是越省气的。所以说不舍得开空调是我们误会你们了，是吧？对。啊，好吧，那跟你们道歉了。不接受，不接受啊！讨厌啦，接受嘛，接受嘛。哇哦，重量级嘉宾登场，杀气腾腾。到我了。首先呢，我觉得在飞机上面我们看风景是件很美丽的事情，但是我不得不吐槽的是，为什么飞机的这个窗户这么小？你还想落地窗啊？差不多。哎，他是我们这边的哎。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怀疑飞机的窗户是严格按照人脸的大小设计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去看窗外的风景的时候，刚好能够容下一个脸的大小。真的是一个脸的大小？差不多。因为有些时候吧，作为一个 I 人哈，我呢看向窗外的时候，看着风景，然后一回头一看。旁边2个邻座的拿手机在这看，照你，特别像你去动物园看了那个猴一样。对，是啊。所以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把这个窗户设计的再大一点点呢？这样可以让大家这个随地大小，随地大小拍照片呢？我现在想请我们的飞行员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请问老师们。来吧。其实是为这个结构的强度。对，因为你想窗户的话，它毕竟它是类似于像各种复合材质做的那种玻璃的那种，但是它跟我们的飞机金属或者是复合的那种机身的强度，它是没法比的。因为我们飞机是有增压的，如果全身的那种材质很多的话，是影响飞机的结构的。哦，好吧。老师，那为什么不是三角形呢？因为最稳固。为什么不是三角形的呢？因为有应力的存在。对，你可以想象有个鸡蛋嘛，这个鸡蛋是很难捏碎的，所以它椭圆形，它可以让这个应力平均的分布在它这个曲线的每一个点上。如果你是三角形或者正方形或者长方形的话，它会把这个应力集中在这4个点上。为了安全考虑啊。对，这就说明了我们飞行员们时刻的注意我们的安全。没错，时时刻为我们着想。那我就问下一个问题：
每一次呢，我坐飞机的时候，空姐问我说：“先生，请问您要点什么？”这个时候我都会忍痛谢绝，因为我的代谢速度赶不上飞机起落的速度。说话好有艺术啊！因为我每次坐飞机的时候，在飞机等餐1小时，吃完之后半小时之后就要降落了，而你的卫生间要锁半小时。如果你们觉得飞机飞行的时候不安全，那为什么不把马桶上面放一个安全带呢？哎，万一某个乘客他当天不舒服，就是飞机又很颠，颠着颠着，我相信大家不想愿闻其详吧。其实，在回答刚才那个问题的话，落地前30分钟必须要回座位坐。这个其实是因为我们民航局的第96号文件规定了，起飞20分钟和落地前30分钟要停止与安全无关的客舱服务。这样是因为这个起飞和落地属于飞行的关键阶段，更有可能会遇到颠簸。这种时候，就是客舱服务要永远是为航空安全让步。其实还是在为我们考虑。对，还是为安全考虑。哎，我听说那个绝对不能坐在那个飞机的马桶上面冲水按钮。哦。为什么？会被吸住，是不是啊？你没有听到那个声音吗？呼，没了。咱们日常的是马桶是水转下去的，咱们飞机上是有真空泵，每个马桶它有真空泵抽走。哎，都会冲去哪里呀？会往外洒吗？哎呀，别说了。它不会冲去飞机外边，大家放心，它会储存在我们的飞机后部，它有一个家氢排污的口，我们如果满了就会拿走。哦。那下面呢，吐槽呢就交给我们的法医团，看看法医团能有什么样的事情。作为专业的法医，提出的必须是法医项的问题。哎呦，我们每次乘坐这个航班到目的地去出差，我们会提取一些器官，因为我们需要做后续检查。作为法医，我们在打包这方面是很认真、很细致的。我们会包好几层袋子，有的时候甚至会用箱子、桶子给它装好，装得非常非常完好。那么为什么到机场之后，他还要给我再打包一次？我很不开心，这样增加了我回去的工作量。增加太多了。对，是因为你们有业绩吗？没有，好犀利。我们的东西本来就体积这么大，不行哦，我们这边的箱子只有这么大，而且大箱子费用会高一些哦。那个就涉及到我们的危险品运输这一块，大家在家里边打包的非常好，这个好的标准只是符合我们日常的出行，但是在航空运输领域的话，我们这个好是需要从包装件的材质以及有9类危险品，这是第几类危险品？如果它发生泄漏，我们要如何去应对它？用什么方法去给它灭火，或者用什么方法来保护我们自身？是否需要戴氧气面罩去接近它？这些我们都需要在这个包装件的外部展示出来。所以说，给您重新打包，它外面那个箱子是有它的讲究的，像。新鲜牛肉，因为它里边涉及到干冰对，它有干冰来制冷，那我们那个包装件上面必须有气孔，要不然干冰它化了之后，它有可能会爆炸。其实还是那个标准，还是有它的标准，标准。我的问题主要是跟法医有关的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法医的器械不让我们上飞机？难道让我们到地方以后我们用手撕吗？哎呦！因为我们有一些像解剖刀啊、开颅锯啊，有一整套的器械，大概有20几件、30件左右。那我不可能到一个地方我就要重新买一套新的，然后我回来的时候还要把它放在原来那个地方，我又不能带回去，对吧？所以为什么不让我们上？这些手术刀在您的手中是用来为生者权、为逝者言的。但是它如果落在了坏人的手里，就是来危害我们的生命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是为了旅客们的安全。有一些是航空公司不能运的，因为每个航空公司能运什么危险品，能运什么特殊货品，都是民航局有给他一个可执行令。
可以提前打电话跟航空公司沟通，我相信航空公司可以去向民航局申请。申请之后，航空公司也可以承运，但是对于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包装件，它会有更高的一个规则和要求，凡事都有例外，但是还是需要跟航空公司进行沟通。可以，收到。那么今天通过我们的飞行员专业的解析之后，其实大部分的问题都是跟安全隐患有关系。我觉得我们会有乘客会有不理解，这是很正常的，每个人都有困惑。但我们提出来这个问题之后，你理解了，然后你就可以去更多的体谅彼此。如果你真的不能理解，就请多看我们出入职场机长记，我们可以帮你们解释非常多的困惑。是的，没错。就是我们也只是尽己所能，在自己这个能力范围内解答大家的问题。如果是大家对于乘机方面有疑惑的话，还是可以去咨询我们航空公司的电话，可以直接来向他们问询。然后就像我们看到的只是这些疑问，但其实它在无形之中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航班安全生产。首先有这个恶意造谣的行为，我觉得它就是不对的。咱们国家其实也是在开展一个清朗的行动。那对于网络恶意造谣以及各种网络留言等等，国家这些年都是重拳出击，目的就是为了还我们一片清朗的网络天空。那么从我们航空公司的角度来看，一条留言对社会民众公共安全造成的恐慌，就会需要社会去消耗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查证、讲解和消除。那我是觉得这些人力、物力、财力其实可以用在更该去的地方，希望大家多多理解。今天还是非常感谢我们飞友团和我们法医天团的加入，谢谢大家。这一次愿望迎风而上，看晨曦曙光在更高地方。每一次期望迎风而上，追下日海浪，闭上了天空来去远方，去远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初入职场机长记”，一起共享蓝天旅程。上微博搜索“初入职场机长记”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机长记”，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际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扇贝 APP、网易有道词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途家、智行铁友、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美图秀秀。特别鸣谢微博校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定位抉择，定位。